2021年的某一天，这个世界由于受到了核污水的影响，连天上的雨水都产生了腐蚀性。这个世界的村民被迫搬离了原来的村庄，来到了地下世界。又过了几年之后，他们在这个地下世界构建了一片非常复杂的村庄系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从来不欺负村民的小包。今天我们就来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底世界的村庄到底是什么样子。我现在就是站在了一个地底世界村庄的入口。这个入口的话有一个楼梯啊，我们可以从这个楼梯下去。这些村民们还非常贴心的给我们准备了这个干草块，防止我们受到掉落伤害，非常的人性化啊。稍微走几步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地底下已经有一些村民在游荡了。然后附近的话还有一些箱子资源，这边还有绿宝石块。这个箱子里面没什么好东西。我们去看一下这个绿宝石块是什么。哇天哪！哇，观众朋友们，刚进来就给一个绿宝石块大礼，把666打在弹幕上。怎么这底下怎么是一个陷阱啊？我的天 ，TNT 陷阱！哇，原来这个地方是防止入侵者的吗？还好我没有上当啊，这里肯定是用来防止那些灾厄村民的。这些村民肯定不会想着害我这种村庄英雄的。然后我们再往里走看看，这里面的房间入口还挺多的。然后这边是一个制图师的房间。这边的村民不知道到哪里去了，可能去别的地方闲逛了。在这个地底世界，大部分的村民职业都有他们专属的房间。等一下，这边这个图怎么似曾相识呢？糟糕，居然被这个制图师骗到了，可恶！然后我们再去逛一下其他的房间看一下。这边的话是一个村民的宿舍，每个房间都有一个床和一个箱子，然后房间都是没有门的，估计是对他们自己的安保非常的放心啊。这个地方又是一个小宿舍啊，然后这边的话是双人房啊，这个双人房应该是供那些有伴侣的村民们居住的。哇，观众朋友们，村民们搬到地底世界都已经有伴侣了，你不会在陆地上还没有伴侣吧？可以看到这个地下的房间种类还是非常多的，每个房间有一个对应的工作方块，就是一个对应的工作种类。像这边的切石机，还有这边的图书馆，图书馆里面也有这个讲台，也就是说图书管理员也可以在这里诞生。像这个地方有铁匠铺，这里有砂轮。这个箱子里的物资还非常好，甚至还有铁锄头。那说到铁锄头，不得不提这个地底下还有农田，这个农田里面种植的这些果蔬的种类特别多，有小麦，有甜菜根，有土豆，连西瓜都有。作为一个村民们的避难所来说，这个地方的果蔬完全够他们自给自足了。而且就算这些农作物不够吃，这个地方还有养动物的地方，有2头种牛，可以无限的繁殖下去。然后是一些其他的职业房间，这边是一个制剑师的房间吧，不过这个制剑师房间怎么头顶有骨块啊？怕不是在这个地底下挖到了巨大的远古生物的化石吧？这边是牧羊人的房间，牧羊人在这个地底下估计是养不了羊了，所以养一只小猫猫。还有一小片池塘，渔夫们可以在这里钓鱼。不过话说，这个世界上的水都被污染了，从这些水里面钓出来的鱼真的可以吃吗？哇，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巨大的食堂，这个地方可比地上的村庄要好太多了。村民们可以在这个边上吃饭，然后中间的话则是掌勺的村民。哇，这个地底下甚至连这个地狱传送门都有，就是打算在这个世界被完全污染了之后要跑到地狱去是吗？好家伙，这个主世界已经完全不能满足这些村民了。我的天哪，还有养蜂的地方，这个地表上的村庄都没有啊，比我自己生存的地方还好。还有一个巨大的储藏室，这个里面有些青金石和绿宝石什么的。然后这边好像不是陷阱我们应该是可以直接拿的。最后这边还有一个刷新小白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好像是村民们的坟墓吧，这是一个坟地吧，还有好多骷髅头。这个里面还有一些木桶，这个木桶该不会是代替棺材用的吧？咱们还是不要拿里面的东西了。哇，这个世界底下的建筑种类真的是非常多而且安全也很有保障。经常走着走着就可以看见一个铁傀儡，可以保护这个村庄。而且我测试了一下，这个不祥征兆的效果在这个地底的村庄也是不会触发的，连劫掠都打不到这个里面来，这安全系数简直了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地下村庄了。你觉得这个地下村庄和地上的村庄比起来，哪个比较好呢？因为地下村庄的隐藏性这个地方的话比地上村庄要稍微难找一点。这个地下村庄的模组名称为 Stone Home， 目前有100多万的下载量，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试玩一下。那么我是小豹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